好的，想必大家都已經到達宇之國的永恆花園了吧？那這一期給大家講一下永恆花園噩夢難度的打法。雖然讓剛剛達到門檻的隊伍拿到 S 依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個合理的陣容搭配和技能選擇依然能夠大幅度提升拿到 S 的幾率，節省一遍一遍重複凹凸的時間。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首先能夠確保你的隊伍能夠打進 A 級的評分，這樣你就可以進 A 級的帳篷，那麼就有機會獲勝。相反，如果你連 B 都打得很費勁，那麼基本上就是戰力問題，隊伍的整體數值不夠，那麼就不是搭配能夠解決的了。永恆花園的怪物沒有太多變態的技能，也不像龍之國的古劍城那樣有着變態的基礎數值，所以總的來說对隊伍的職業分配上面沒有太大的要求。同時，因為永恆花園的所有怪物都沒有那麼变態的攻擊範圍，並且 A 級的第一個關卡是帳篷，所以只要能到達帳篷，哪怕是全輸出的隊伍都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最後一關的兩個副手都是攜帶大幅度提升自身輸出的增益類戰績，所以無論你的隊伍是由哪些職業所組成的，能夠每隔一個回合清除他們的增益效果，是可以极大幅度減少他們對你的威脅。同時，队伍中誰帶净化戰績都是可以的，哪怕是骑士帶圣光净化都沒問題。騎士的聖光净化是群傷戰績，說實話要比鬥士的黑暗降臨好太多了。不過最好是2個玩家攜帶净化戰績，確保不會發生2個净化戰績都同時打在一個怪物的身上。就拿暴民守護者來舉例好了，只要你能夠清除它的增益效果，那麼它的暴擊率就會從94%直接降到44%。对於大部分擁有30%的暴擊抵抗的普通玩家來說，基本上不會發生暴斃這種情況了。魔王的話，主要的難點其實就是自帶的減傷盾，因為無法被驅散，所以队伍裡有一個多段輸出的角色，能夠極大幅度提升魔王的击殺速度，增加拿到 S 級評價的成功率。如果你是公屏找的小伙伴組隊，那麼相對於直接進行匹配的玩家來說，你可以通過交流讓一個或者2個戰力偏低的輸出玩家攜帶多段輸出的戰績，去迅速磨掉魔王的30層減傷護盾。像術士的分析以及斗士的連擊戰績都能夠很有效地做到這一點。通常第2回合到第3回合的時候就可以打出正常傷害。至於煉獄的部分，因為經過我的大量實戰驗證證明，宇之國任何一個煉獄關卡實際上都要比噩夢更容易拿到 S 級評價。原因也很簡單，因為能進煉獄的玩家基本上都是大氪級以上的玩家，所以哪怕你剛刚達到煉獄的门檻，你是一個中氪，你在匹配煉獄的時候，相对於噩夢難度更容易匹配到一些能夠單通的大佬。如果一定要一點技巧的話，那麼我建議隊伍中最好有賢者或者自己去攜帶一些回復類的戰績或者秘法，畢竟煉獄不像噩夢那樣能夠在最後給你休息點。那麼影片最後也歡迎大家加入我的 DC 頻道，如果大家在官方頻道無法得到解答的話，或許在這裡可以找到我並得到你想要的答案。那我們下期再見，拜拜。